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中共的食品特供体系。这个话题啊，在境内有些敏感，大家都知道它存在，但是媒体平时呢也不敢探讨，因为它涉及到中国权力最高的那个小圈子的特权体系吧。中共的这个食物特权体系啊，最早建立在大概在1950年左右。更早的时候，在延安时代啊，其实它的特权体系也存在。比如说领导干部啊，分成大灶、中灶和小灶，什么级别可以在大灶吃饭，什么级别可以在小灶吃饭，也有严格的规定。但说句心里话，那个食物本身并不是特别讲究。那个时候说实在的，食物比较匮乏嘛，也不太可能去挑三拣四。但建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老毛就去到苏联访问了。当时苏联的那些高级领导干部啊，就跟老毛讲，他说这个吃的东西你要特别小心，特别重视，不能随便讲，不能随便吃了。然后老毛从这个苏联访问归来之后，苏联的专家就到了北京，就帮助中共的高级干部建立自己的食品特供体系。他们呢就在北京周边啊选地方，就选来选去就选到了香山脚下的一片地方，就建立起来了香山农场。这香山农场占地面积有600-700亩啊，里头既有鱼塘又有耕地。然后当时啊，那些高级干部都觉得建这么大的农场有必要吗？朱德就说，是吧？真没必要。因为说实在的，朱德啊、老毛这些人当年都是农民出身，还是习惯于那个1家1-2亩地就能吃饱饭的那个状态。但是苏联专家建的这个农场就说要用现代化的农业方式来建造香山农场。这香山农场里头呢，就生产小麦，然后蔬菜，然后养猪、养鱼，就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啊提供食物。它归中央警备局管，也就是说，它门口啊其实都是武警站岗，深墙大院上面都是铁丝网，外界都以为这是一个这个戒备森严的一个保密单位，其实里面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生产食物的地方，生产食品的地方。后来呢，这个规模就扩大了，除了香山农场之外啊，又建立了所谓的巨山农场和玉泉山农场，也就是在北京形成了3大农场基地。当年呢，中央国家机关的人呢，都每个周末要搞那个劳动嘛，在老毛那个时代，星期六的时候要搞义务劳动。这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就在这3个农场里头搞义务劳动。这3个农场的生产的食物也分等级，最高等级的给老毛吃，次一点等级的给其他领导人，还包括那些中南海的食堂啊，还有那中央各部委的食堂供应他们。最次一等级的给那些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办的那专门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吃。那么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跟普通人的食物完全隔离的特供食物体系。也就是说，大家普通北京市市民，包括其他人，你吃的这个食物，无论从生产到运输到供应，跟这些高级干部之间的食物之间完全隔离起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在市面上买的任何东西，在这个地方都不能吃的。我看那有人写的回忆录啊，就有一次呢，中央警备局毛主席的警卫员在外面买了一点蔬菜回来，让这个厨师来做，厨师不做的，说他们做的这个食物只能来源于这个特供体系，特供体系之外的任何食物都不能做。那么后来这个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从这个就是中央警备局就转交给了北京市政府管理，就一部分啊。那么北京市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叫二商局。这个二商局就专门负责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生产、配送和供给物品的、供给食物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3大农场供应最少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食物之外呢，他们在北京市在中南海旁边北长街附近成立了一个叫34号供应站，是副食品供应站。这个副食品供应站呢，就给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提供副食品，也包括蔬菜、水果。这个当年凤凰卫视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揭秘这个34号供应站。这34号供应站里的食物也是要买的啊，并不是说免费供应，但是买呢，这价格可能比普通市民要便宜一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当时供应的这个食物，你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比如说当年那个非常稀罕的巧克力、蛋糕，这种蛋糕啊，从国外进口的蛋糕，你在市面上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买不到的。但是在这个34号供应站里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就是3大农场生产出来的。虽然说价格跟市面上比起来差不多，但是它随时都有供应啊。
要知道，当年北京市的市民其实都是凭票供应的，你很多东西你是买不到的。但是在这里，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你就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资格证，就可以在这个34号供应站里面去购买。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体系。等于到59年啊，到60年、61年啊，这大家都知道，那3年所谓的大饥馑时代，就这个供应体系啊，其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3年大饥馑时代，大家都知道，普通人吃不到饭了，甚至很多人会饿死，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特供体系的作用其实就更加明显了。当时不仅仅这3大农场，当时北京市的各个部委啊，都竞相自己建这个所谓的食品供应基地。其实不仅是北京各个部委，其实那个时候各种国有企业单位，我都有印象。我自己父亲那个单位啊，他们当年在黄河边就有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种什么呢？就是种小麦，还养几头猪。因为那个时候食物匮乏嘛，所以他们就在那地方划了一块地，搞了一个农场，然后种了小麦之后，能够给自己职工分一些。就是任何有一点权力的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给自己搞实务，是那个时代的特征。然后北京市当时中共中央还出台了一个文件，就给北京市的高级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配发更多食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文件就规定啊，对7级以上的干部，每天供应1斤肉，每个月多供应6斤鸡蛋，就在正常的北京市民的供应的基础上啊。但你想想，每天1斤肉意味着什么？那每天1斤肉意味着，当时北京市民1年一个人消费的肉的平均量是1.7斤，这些干部1天就可以消费1斤。那你想想，这差别大了，是吧？1天1斤猪肉，说实在的都过量了，按照今天的标准都过量了。当然他们也是一家吃，并不是他一个人吃啊。那你普通市民，你根本吃不上啊，1年到头你都吃不上肉啊。那你想这个特权体系，那建立起来它那个功能，最开始主要是为了供应食物，在食物匮乏时代，保证这些人的食品的供应问题，就别人吃不上，他们能吃得上，这是最重要的功能。在最开始啊，在那个大饥馑时代啊，第二个功能就是满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特殊需要，尤其是老毛，是吧？这老毛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农民出身啊，他对这个说实在的，对这个住啊、行啊要求不是很大，但老毛对吃很讲究。虽然他这个吃很讲究，用现代食品学的营养学的标准来看，那其实不对。比如老毛喜欢吃用猪油炒菜，喜欢吃红烧肉，大家都知道啊。但老毛对他那个饮食要求很高，要按照他的饮食要求满足他并不容易。那么整个这个特供体系中间有一整块的那个内容是给老毛一个人提供服务的。比如说这3大农场中间有一块是专门给老毛种的。因为老毛有一年夏天呢，他说刚入夏，他想吃橘子，但是橘子没生产出来呀。那橘子它天气不行啊，你冲那个橘子树喊毛主席语录，它也不长橘子啊。结果呢，最后也没弄出橘子来。老毛大发雷霆，说你们这些人没用，让你们搞点橘子你都搞不到。说最后这农场就开始科技攻关呢，最后就给老毛啊专门搞出一块地儿，给他种反季节蔬菜和水果。这反季节蔬菜里面就包括什么苦瓜啊、小油菜啊，就他喜欢吃的，他喜欢吃茭白啊。水果里头给他种无籽小西瓜和橘子。大家要知道那个年代啊，别人都吃西瓜都吃不着，他能吃到无籽小西瓜，那就是专门给老毛一个人供应的，其他领导人都吃不上，他是天字1号的。老毛这个人呢，说实在的啊，其实建国之后他所享受的各个方面的待遇是比过去的封建帝王还要高。就我看那些史料啊，别看过去的封建帝王啊，其实啊比不上老毛。你就拿吃的这方面来讲，刚建国的时候，湖南省就在全省范围内选拔厨子，湘菜厨子，选拔了10几个水平比高的厨子送到北京。因为过去老毛不是说没有专职厨师啊，在延安时代他就有，西柏坡的时候，包括在北京双清别墅住的期间，他都有专门自己的厨师，但是水平说实在的没那么高。所以湖南一解放，湖南就在全省范围内找水平高的厨师，10几个送到北京，让老毛去选。最后毛家留下来了2个。到1955年、56年的时候啊，其实老毛家的厨师已经有5、6个了。后来就形成了一套制度，由北京饭店的这个后厨形成了一个到毛家做饭的轮值制度，每3年轮一班。
当然了，最终还是要看老毛自己喜欢不喜欢啊。哪一个厨师如果是老毛喜欢的，比较投老毛的胃口的话，可能在他们家干的时间就长一些。如果要是不喜欢的话，干几天可能就滚蛋了。这是他们家的后厨制度。因为老毛这个人的作息习惯，我过去讲过，其实他是黑白颠倒的，他不是按照我们正常人的需求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他经常是半夜起床，到下午就开始睡觉了，然后后半夜他不睡觉，是吧？然后呢，他一起来之后要吃一顿饭，睡觉之前吃一顿饭，他一天吃2顿。那么呢，那些后厨的人呢，都必须按照他的规律来生活。老毛一起床，那边20分钟之内饭做好了，给他端上来。所以呢，老毛睡觉的时候，这些后厨的人呢，这厨师啊，都得吃安眠药，跟老毛一起睡觉。老毛一醒，赶紧起来给他做饭，基本上是这么一套体系。你别看老毛吃的这些东西不太讲，这个食材很普通啊，但是那食材搞到也不容易啊。比如说老毛喜欢吃河鱼，不喜欢吃海鲜，他喜欢吃武昌鱼啊。他写的诗嘛，是吧？柴饮长江水，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老毛的这个武昌鱼啊，哪来的？那个年代北京是没有武昌鱼的，他的这些鱼啊，都来源于湖南有个叫东方红渔场的。这个东方红渔场每周给他挑鱼，挑完鱼之后呢，用飞机运到北京，空运。你想想那个时代，是吧？飞机多金贵的一个交通工具，每个星期给老毛从湖南运武昌鱼到北京，供他个人享用。还有中南海那湖里头有小鱼小虾，老毛喜欢吃啊，捞的小鱼小虾给他炸一下炒一下吃。那小鱼小虾只有他能吃，其他任何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没一个人敢吃。所以老毛在食物上所享受的是封建帝王般的待遇。有一次他说他的脚痒了，他脚气犯了，他就说你们平时就跟我吃精米，是不是？我想吃点糙米，行不行啊？他说这话的时候，离吃饭的时候已经只有2-3个小时了。中央警备局立刻打电话给香上农场，说老毛今天晚上要吃糙米。那个时代做糙米又没有这个米啊，你想想啊，没有这个糙米机，那糙米都得在那个砖头上磨。立刻香山农场就拿出来那个谷子，开始在石头上，就是在那个砖头上磨，马上磨出来了半斤米，火速送到中南海，然后在老毛的后厨里给他做了1碗糙米上来，当天晚上就吃到了。老毛很满意。所以你看到吗？老毛吃饭看似普通的食材，其实他享受的都是帝王般的待遇。还你比如说老毛抽烟，老毛一开始抽的都是熊猫牌香烟，上海卷烟厂生产的。后来到60年代的时候，就是贺龙有一次跟他讲，他说这个雪茄烟比那个烟好，老毛你尝尝，主席你尝尝。老毛一抽还不错。后来呢就问说这个雪茄烟哪生产的？朱德就跟他说四川有一个卷烟厂叫十方卷烟厂生产的。一声令下，十方卷烟厂为老毛和朱德为这个贺龙专门试验了35种配方送到北京，供这2个人挑。老毛选中了2号配方，比较淡，然后贺龙呢选了13号配方，比较浓。于是呢，十方卷烟厂就成立了个叫132项目组，就是那一块地种的那个烟最好的那一块烟，给这2个人专门特供的香烟，组织了几个技术骨干，专门划出一个小院，给他们专门卷线烟运到北京去。老毛从此就开始抽这个十方卷烟厂的这个香烟。这据说老毛有一次抽烟的时候开会啊，抽烟的时候啪掉了一个火星到这个桌子上，在桌布上烧了个洞。半个小时之内电话打到十方卷烟厂，说你们这个烟是怎么回事啊？竟然掉火星了！伟大领袖抽烟的时候差点把桌子给烧着了。十方卷烟厂如临大敌，吓坏了，赶紧去调这每一盒烟谁生产的，所有配方是什么都有记录。调出来之后看配方里头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掉一个火星出来？最后左右研究，最后发现可能配方有个问题，改进，以后再没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到60年代后期啊，中央为了保证老毛的吸烟安全，就把这十方卷烟厂的这几个技术骨干全部调到了北京，就在中南海的隔壁这个一个小4合院里头，让他们在那儿生产香烟。这个小院平时门口站岗，顶上也是拉着铁丝网，这些人平时都不能跟自己的亲人联系，也都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工作，是保密单位啊。其实就是给老毛一个人生产香烟，因为后来贺龙不都抓起来了吗？我估计他也抽不上那13号配方的香烟了，只有老毛一个人可以抽得上。后来这些人，这个在老毛死了之后，就划归了北京卷烟厂。北京卷烟厂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搞了一个中南海的品牌，是不是？
那就是老毛他们当时的特供烟，其实就是用这个方式。其实很多戒烟的人士啊，控烟的人士就说了多少次了，说用中南海命名一个香烟的品牌，其实挺丢人的。为什么？因为中南海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住的地方嘛，你还搞了一个香烟的央标，是不是？这你想想，这跟控烟的方向是相反的。后来呢，邓小平上台之后啊，邓小平喜欢抽熊猫牌香烟，就上海卷烟厂继续给邓小平生产香烟。这个香烟啊，每次生产的时候每2个月搞一次，做好了之后送到北京。这个生产这批特供香烟的时候，这炉子必须停完之后做彻底的清洗，这炉子里头一点烟渣都不能有，然后专门搞一批特供的烟叶过来，放在这炉子里生产出一个小批量的之后送到北京，每2个月搞一次。据说这香烟厂里头有人觉得这批烟特别好啊，有一个人还偷了一次，偷了点，被抓住之后判了2年徒刑。后来啊，就是这个上海卷烟厂啊，在这个自己也推出来了熊猫牌香烟，在市场上卖。但其实这个熊猫牌香烟给那个特供的熊猫牌香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香烟，在市场上卖的最高价是5000块钱一条，也就是说一盒500块啊。你想一想，就是这个特供体系，你看似他们那个食材没有什么特殊的，但其实吃到他们嘴里头都是付出巨大的成本，有一个巨大的体系来保证他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权力体系，也就是说满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特殊需求，也就是无论是老毛啊还是邓小平啊。第3个方面就是保证这个食品的安全。大家都知道，建国以后啊，农药啊、化肥啊都开始上了。那你想想，当时的农民种粮食的时候都用这个敌敌畏、66粉。我们那个年代，我有印象，小的时候啊，就直接上在这个庄稼上了。但是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农场里头，所有的农产品在种植的过程中间都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那他们这个化肥用什么呢？就肥料用什么呢？用那豆粕，就是大豆榨油完之后剩下的那个物质。那个物质其实在别的地方都是加工成食物来吃的，但是在北京的3大农场里头，他们用作肥料。那你想想，那庄稼能长不好吗？对不对？那庄稼用那个人吃的那些东西来做肥料，最终那长得都是特别好，是吧？而且不能用任何农药。那你想，这3大基地啊，最终在改革开放之后啊，都获得了农业部的有机食物的认证啊。那跟你一般老百姓吃的不一样。你想老百姓那食物吃的是什么状态，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文革之前大家都不用说了，那个食物匮乏时期，吃都吃不饱，吃都吃不上。文革之后，你想想，有用敌敌畏做金华火腿的，有用陈年的月饼馅做月饼的，这套体系说白了就跟这些领导干部的特供体系就完全隔绝开了。为什么说中国的食品安全不好解决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干部吃的跟普通人吃的食物不一样。你想想，你老百姓你喝假酒能喝死，人家喝什么？人家喝什么酒？人家喝的是特供茅台，是吧？你吃的那个月饼可能是10年前的馅儿做的，人家吃的是最好的月饼，都是特供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各地啊，其实都有这个中南海的特供基地，比如说茶叶，是吧？我当年到江西婺源采访的时候，江西婺源就讲，他们那山上有一块地方，武警站岗，生产出来的茶叶就专门供中南海。而且你在一些地方政府网站，你去四川呢，有些地方政府网站，他们都讲他们那个地方的茶叶就是专供中南海的。后来还有很多食材，比如说鲁花花生油，专门贴了一个标识，什么人民大会堂专用，也专门搞一批油供他们使用。你想想，就他们这套特供体系跟老百姓的食材之间是完全隔离的，这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普通老百姓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啊，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感觉不到的，对他们没有威胁。所以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难以解决啊？是因为这个食品安全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健康。你想一想，当年老毛抽一支烟，掉根火星在桌子上，那电话就打到十方检验厂。如果能用这种精神去建立食品的溯源体系，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能搞不好吗？肯定能搞好。但是呢，我们动用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机构的力量，只满足了一个人的需要。但是我们14亿人的食品安全相对来说却投入了太少的社会资源，这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的体制原因。大家想一想，北京市的雾霾为什么能解决？
我前些年我在北京采访的时候，我采访北京的雾霾问题，北京市环保局的人跟我讲，他说50年之内解决不了，但是没想到后来啊，5年之内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办法把空气搞成特供的，你总不能在中南海上面盖个盖儿，搞一个生物圈6号，然后这些人在里头呼吸吧，他们也不可能天天戴个防毒面具吧，所以他们跟老百姓同样呼吸着脏空气，他害怕呀，他担心呐，他光吃这些有机食物不行啊，他呼空气的话一样得肺癌啊。所以北京市就下大决心解决雾霾问题，真就解决了。为什么？北京周边的所有的钢铁厂该搬走搬走，该关停关停，一到冬天很多工厂就停工了，不让你生产了。然后大家都知道北京市河北附近呢，其实很落后经济啊，很多农民还是用煤来取暖。那农村的小学校啊，那些孩子们呢都用煤炉取暖，一声令下也得停，所以那些孩子手都冻伤了。但没关系啊，因为你这孩子手如果不冻伤的话，这中南海这些领导干部就得吸收脏空气啊。所以当年我是非常反对北京用这样一种行政手段去治理雾霾问题的，因为它是以伤害民生为代价。但是为什么最后走上这条路，就是因为这些人担心自己的健康，而空气没办法特供。说到这儿，咱们就讲到这个中国的食品特供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食品问题，它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是个权力是不是受到约束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个特供体系？是因为普通老百姓的民意没办法传递到这个系统。按道理来讲，在一个民选的制度下，真正以民为本的社会里，权力的核心以人民为核心的体系里头，肯定不会允许这一个决策阶层享受着跟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一个食品生产配送体系。但是现在中国的体系中间，老百姓的民意传递不到这里，所以这个小圈子它可以享受自己最安全的、标准最高的食品，而普通老百姓你只能吃一些那个有食品安全风险的食物。所以这个特供体系是个毒瘤，它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餐桌问题啊，可能安全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就是因为它跟老百姓之间没有同呼吸共命运。那么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老百姓的权力约束、民意压力可以通过权力约束体系传递到那个所谓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什么时候能做到呢？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只是告诉大家，在中国老百姓啊，这个普遍的不安全的这个食物体系之外，有那么一小批人，他们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口口声声喊着人民万岁，但是他们却享受着比人民更好的食物体系。